新历1227年，人类已经踏入了星际时代。经过几个世纪的进化，人类已经可以通过细胞癌变觉醒出更多。快看，他觉醒了 A 级异能火焰之灵。看，竟然是 S 级异能凛冽之雷。好，下一位。你那个袖带区的废物男友也来了，咱可说好了，今天他要是境界不如我，你以后就只能跟着我了。强哥，你这话说的，现在不也跟着你了吗？放心，他哪方面都不如你强。能量感应度0，异能亲和性5，判定无天赋者。陆清风觉醒失败，无天赋者。无天赋者，这种废物还来凑热闹，笑死了！无天赋者，怎么可能？果然是个废物。无天赋者，废物，婉儿，以后你就是我的了。婉儿，你废物就应该在垃圾堆里，以后你我再无瓜葛。为什么？为什么老天对我这么不公平？爸妈，你们到底在哪里？我对不起你们，我是个废物。检测到宿主强烈精神共鸣与隐性血脉结合，绑定成功。宿主陆清风，欢迎成为远古苍龙文明唯一继承者。谁在说话？检测到宿主体质孱弱，无法承载高等传承，现发布初始任务，其的基础断体术，奠定武道根基。不是幻觉，是苍龙文明。幸福，这是我的机会，唯一的机会。哥们儿，这个地下格斗场里全是亡命徒，输了就没命了。我就是要看看我的太古武道有多厉害。下一场，不知死活的菜鸟影狼挑战我们的绞肉机屠夫。小鬼，我会把你锯成碎片喂狗。小鬼，就这2下吧，加油，清风！明镜风拳。这人是谁？这么厉害？他用的不是异能，但是他的招式威力很大。影狼获胜！太棒了！这小子我怎么看着有些眼熟？断体术真元版已经运用驱使链发布新任务，于公开场合展示暗劲之威。暗劲与明镜有何本质区别？明镜刚猛，发于体外，暗劲阴柔，透体而入，直伤脏腑，防不胜防。下一个，王强，终于到我了，看我展示！王强，力量 C 加级，表现良好。简直太简单了。下一个，陆清风，无天赋者，按惯例可申请免于战力测评，你可以下去了。考官，联邦高考规则写明，所有考生皆有参与战力测评的权利。要求测试。呵呵，笑死我了！就他还要测试？妈，居然爆表了！他居然这么强！不知道啊，他不是没有天赋吗？等一下，孩子，你这可不是什么无天赋，你这是走了另一条通天大道，无我暗劲，静力透体，伤及内里，这是真正的武道瑰宝。多少年没见到如此纯正的暗劲了。可恶，他怎么会鼓舞？我萧敬道，燕京大学国术院院长，今日于此
破格收陆清风为我唯一的亲传弟子。学生陆清风拜见老师。什么？清风，可知为何我执意收你为徒？因为学生的暗劲嘛。不止，更是因为你走的是生命升华之路，与当今主流背道而驰。生命升华，当今异能体系是向外掠夺宇宙能量，看似速成，实则如无根浮萍，潜力有限。而异能晶核、基因药剂皆被大族垄断，固化阶级，而古武是向内挖掘自身神脏，开发人体小宇宙，是生命层次的跃迁，与系统所言一致，这才是正道。正因古武动摇了大族统治根基，且上古曾引动未知禁忌，故被污名化为邪术，传承几近断绝。你身负此道，前路必多艰险。老师，我明白，但我既已踏上此路，便绝不回头。好，从今日起，我传你系统古武理论，助你夯实根基。你的暗劲虽成，但运用尚显稚嫩。有名师指引，有系统辅助，我定要即刻变强。古武并非排斥外物，今日你尝试一下机甲模拟对战。机甲需要精神力链接吧？我并无异能啊。试试便知，用你的神去感应，去驾驭。好。成功了，不是用精神力强行控制，而是用神意去共鸣。80%了，而且还在上升。与神意共鸣竟能达到如此高度，这已远超普通异能机甲师的精神链接效率。100%，清风，你做到了，前所未有，古武与机甲结合的潜力超乎想象。老师，我感觉机甲就像我身体的一部分。此事暂时保密，100%同步率若传出去，必引天大风波，这会让你成为某些人的眼中钉。力量越大，责任越大，危险也越大，我必须更快成长。王少，您看这个女郎最近风头太盛了，已经10连胜，赔率都压不住了。查到他底细了吗？是不是那个废物陆清风？查不到，身份信息是加密的，手法很高明，但他战斗风格很奇特，不像异能，倒像是纯粹的肉体力量。纯粹的肉体力量？哼！不管他是谁，敢抢我风头就不能留，让你们全场的王牌暴熊下一场跟他打，告诉暴熊往死里打，出了是我王家兜着，我要他今晚躺着出去。明白，王少放心，暴熊可是 C 加级力量强化者，还装了军用级一体，捏死这影狼就像捏死蚂蚁。接下来的对局是影狼对暴熊。小子，有人花钱买你命，乖乖跪下，老子给你个痛快！哼，看我的厉害，冷冰冰邦邦有2拳。他的身和防御太强，暗劲难以穿透，必须突破。孩子，记住，尽力流转，遍布周身，一语不能加，蝇虫不能落。集中精神，经脉运行，体内暗劲凝聚于指尖。
就是现在。化境成了。师傅，你来了。不错，清风，你的进步速度远超我的预期，化境已成，算是真正踏入古武门槛了。接下来便是感悟气血，尝试爆丹。插播一条信息讯息：联邦精锐舰队朱雀舰队在遥远的卡拉森星域执行任务时，遭遇不明势力伏击，损失惨重。舰队指挥官火轮王一生烟将军及所乘旗舰被击毁，目前下落不明，生死未卜。这个人是不可能是妈妈。清风，冷静点儿。老师，她是我妈妈，玉生烟是我妈妈。我一直以为他们只是失踪了，怎么会？妈，你还活着，你一定还活着。等我一定去救你。检测到宿主强烈精神波动与血脉共鸣，分析目标人物玉生烟生命信息，关联度99.9%，确认为直系血亲。妈妈，我一定会找到你的。老师，我要加入联邦派往卡拉森星域的救援特遣队，请您帮我。清风，我理解你的心情，但特遣队，尤其是 S 级任务的成员，最低要求是 C 级异能者以上。我可以证明我的实力，我的鼓舞不比异能差。我知道，但规则就是规则。军方代表秦风将军以严厉和恪守规则著称，他不会同意的。那我也要试试。请189号到前台填写信息。说吧，姓名、异能等级、能力特长。陆清风，无异能者，我要申请加入卡拉森星域救援特遣队。你是看不见吗？ S 级任务最低的门槛也得是 C 级异能，无异能者不得报名。抓紧下一个。可是我的实力不输于 C 级异能者，我可以接受任何测试。规矩就是规矩，别在这里浪费时间。可是我真的不弱啊！滚蛋！可恶，一定还有别的方法。小子，碰壁了吧？我早说过，秦风将军治军极严。尤其看重规则，你很难直接进去的。老师，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不能就这么等着啊！直接加入特遣队不行，但或许还有一个机会可以让你证明价值。什么机会？3天后，联邦舰队有一场内部军事演习。届时，秦风将军会亲临观战，我会想办法为你争取一个名额。演习？对，但是在演习中，你只能用你的实力，用鼓舞驾驭机甲的方式去震撼他，这是唯一能让他破例的可能。但记住，对手是精英异能机甲小队，你只能使用未启动武器的训练机甲，难度极大。已经足够了，谢谢老师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抓住这次机会。用柔劲卸力，然后再用刚劲反击。没错，就这么干。老妈，等着我，我一定会来。争取就是让我们跟这台铁罐头过家家，我一个人就能拆了它。演习开始，目标击溃训练机甲，训练机甲目标，坚持10分钟或反击成功。什么？
10分钟时间到，演习结束。小子，你用的不是异能，那是什么？你的机甲动作充满了武学的影子。秦将军，此乃鼓舞，开发人体自身神藏之力。你也看到了，其与机甲结合，潜力如何？你为了去救你母亲，是好。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我秦风以联邦东部战区总司令的名义，特批你以特殊战术顾问身份加入盘古号特遣队，即刻出发前往卡拉森星域。谢将军。小子，记住，你这次是以特殊战术顾问的身份登记，这意味着你没有正式的指挥权，但你的意见，特别是关于鼓舞机甲战术的见解，拥有最高建议权限。这是我为你争取到的最大空间。明白，将军，我不会辜负您的信任。清风，此行凶险，远超你想象。卡拉森星域情况复杂，除了虫族和未知敌人，更要小心人心。记住，你的根本是鼓舞。喂，顾问，别以为将军特批，你就真是个人物了。盘古号上靠的是实力，你一个无异能者，到时候别拖我们后腿。就是，还鼓舞，听都没听过，花架子吧。S 级任务可不是过家家，小子，我劝你找个理由下船，免得丢了小命。我的实力，演习场上已经证明过，至于是否会拖后腿，战场上见分晓。看来，想获得认可，还需要一场真正的战斗。进入星际航行模式，检测到宿主所处环境能量等级较高，建议加速修炼，以适应高能级环境战斗。明白。系统分析盘古号的结构和已知的虫族，清道夫数据，模拟推演鼓舞机甲应对方案。任务已建立，开始分析推演，预计需要12小时。根据残余信号分析，玉生烟将军的旗舰最后失联位置在死寂废墟行星带附近。该区域目前布满虫族巢穴和强烈的能量干扰。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潜入该区域，搜寻幸存者和黑匣子。任务代号烛火，都明白了吗？队长，虫族的好说，干就完了。关键是能量干扰，我们的雷达和通讯都会大受影响啊。没错，所以各小队必须要紧密配合，得依靠传统信号弹和目视才能联络。陆顾问，你对这次行动计划有什么高见吗？听说你的鼓舞能感知到一些仪器探测不到的东西。高见不敢当，但我建议，登陆后小队行进间距缩短至目视范围内最大距离的2/3。虫族擅长利用干扰环境分割包围。另外，我可以尝试感知生命气息和异常能量波动，或许能提前发现陷阱或幸存者。感知？靠什么？玄学吗？你觉得靠谱吗？我们更相信仪器和实战经验。就是。而且缩短间距肯定会影响搜索效率。陆顾问的建议有一定道理，具体间距登陆后视情况而定。散会吧，各自做好准备。哼，说的挺好，也不知道有没有真本事。陆清风，他怎么在这儿？难道他真的会鼓舞？管他鼓舞还现舞，也是无异能的废物。看我灭灭他的威风！顾问，你不来试试吗？好让我们看看你真正的实力。看来真得先向他展示一下实力了。他居然可以用这么轻松的一拳打到双 S 评分。是啊，他真的有这么强吗？你们都记住，训练是为了提升自己，不是用来和其他人攀比的。报告，
前方发现大量星际尘埃和未知能量乱流，疑似近期激烈战斗残留，建议减速航行。减速至警戒航速，各战斗单位就位。报告，侦测到大规模生命信号，是虫族，正从3号行星阴影区涌出，直扑我们而来。全员1级战备，所有机甲小队出击。雷烈，带你的人正面拦截，给舰炮争取瞄准时间。好的，队长，早就等不及了。兄弟们，跟我上，让这些虫子尝尝雷系的滋味。顾问，乖乖待在剑桥看戏吧，别拖后腿。队长，虫族擅长潜伏突袭，建议先发射照明弹扫描区域，避免近身混战。不行，时间不够了，按原计划执行。能量波动武器。人群后方藏着东西，雷烈要吃亏了。爽，早就想痛痛快快大干一场。队长，酸液腐蚀装甲了。慌什么？集中火力打正面。什么鬼？愚蠢的人类，你们落入陷阱了！该死，动力不足。明镜破防，暗镜断源，必须一击必中。你这是怎么做到的？先别分心，掩护我左侧。刚才谢了，顾问。虫族伏兵肯定是计划好的，下次行动，我建议咱们先侦查。我承认小看你了，你那鼓舞有点东西。之前就和你说了战场见真章，现在信了吧？哼，勉强吧，但下次我绝不会输。拿去，你的机甲关节过热了。第一步认可到手，但虫族突袭太强，赵坤的指挥也有问题。这场远征暗流才刚开始。已抵达目标星域边缘，能量干扰指数超标300%，雷达探测范围缩减至常规的10%。关闭主引擎，启动静默巡航模式，所有人员进入战备状态。这鬼地方简直像个坟场，朱雀舰队真的能在这里幸存下来吗？那个区域信号异常稳定，不符合自然干扰特征。放大分析。等等，这是清道夫舰队的识别信号。他们怎么会在这里？清道夫，这帮专门捡战争垃圾的秃鹫，难道在偷捞朱雀舰队的装备？情况有变，清道夫出现意味着此地已成多方势力决斗场。我建议舰队立刻撤离至外围，重新评估风险。不能撤，探测器捕捉到行星背面有微弱的生命信号反馈，可能是幸存者。频率符合联邦紧急求救编码，坐标就在虫巢覆盖的死亡行星。你知道虫巢覆盖率90%意味着什么吗？登陆等于送死，更别说清道夫虎视眈眈。我觉得顾问说的对，万一要是有战友活着，感情用事。你是队长，我是队长，我命令舰队立刻转向，避开核心区域。赵副官，从进入星域开始，你就一直在拖延接近核心区，为什么？注意你的身份，顾问。我是为全舰安全负责，这应该算是证据吧。检测到高浓度虚无湮灭能量残留，与赵坤携带的加密通讯器波动同源。果然有鬼。赵坤今天太反常了，以前他可是出了名的敢打敢冲。雷队长，如果指挥官不可信，你选择服从还是真相？你怀疑赵坤，证据呢？这是清道夫专用的加密装备，需要我继续说下去吗？谁在那？可惜你们没机会验证猜想了。
竟然让你们发现了，那就都去死吧！赵坤，你竟然真的背叛联邦！背叛？我效忠的一直都是墨菲斯大人，你们这些碍事的家伙，今天就到此为止了。看，清道夫战舰。我看你了，古武传人！全体注意，赵坤叛变，重复，副官赵坤是叛徒。队长，检测到多个不明信号源正在接近，是清道夫的侦察机。让我们看看他们的实力吧！冲啊！赵坤，你逃不掉的。没想到你成长这么快，但一切都晚了。清道夫已经锁定这里，你们逃不掉。他是故意暴露的，不好，是调虎离山。让他跑了，但现在怎么办？他留下了这个，这是微型追踪器。他既然将计就计，那我们又何尝不能顺藤摸瓜？这玩意儿就是个定时炸弹，要我说直接毁掉，免得赵坤那混蛋远程引爆。等等，这里的坐标信号很奇怪，不是实时传输，而是每半小时发送一次缓存数据。最新解析完成，缓存数据显示，赵坤的逃生舱最终降落坐标，与朱雀旗舰黑匣子的最后信号原重合度99%。他不仅知道母亲的下落，更是在引导我们去那里。这场对峙，他等了很久。各小队散开警戒，无人机扫描热源。不好，有埋伏！各小队自主作战。欢迎来到葬身之地，各位英雄。你故意留下追踪器，就是为了这个陷阱？聪明，但你不还是来了，为了那个女人的下落，不是吗？你以为我在第一组，殊不知我在第五。这不可能！我只能找到炮台位置。你的追踪器每次发送缓存数据时，都会泄露微弱的能量读数。我早算准了坐标。不可能，这不可能！清道夫，执行 B 计划，绝不能让他。现在我们可以好好对峙了，赵副官。这是你逼我的。计划启动，清道夫主力舰队10分钟内抵达，你们插翅难飞。我们被包围了，所有小队向我靠拢。各小队注意防守。队长，能量只剩30%。兄弟们，跟我上！队长，他在拖延时间。清道夫主力一到，我们必死无疑。是，但你们已经无路可逃。陆清风，如果你投降，我可以让你见母亲最后一面。拖住他！带人从东侧裂缝突围。不行，你一架训练机甲怎么可能打得过？相信我，这是唯一的机会。
怎么可能？白老古董！快！既然这样，那就一起死吧！清风，太平古道传承系统紧急提示：检测到下方有巨大能量源，与苍龙文灵同源。清风，队长，清道夫主力还有5分钟抵达，我们必须走。队长，走开！我们绝对不能抛弃队友，绝对不行！他为了救我们，队长你看，系统分析生存几率。机甲潜水率87%，检测到下方300米处有平台结构，建议利用岩壁减速，目标落点偏移15度。那就冲过去。盘古号，这里是雷烈，请求紧急支援。队长，无法定位干扰太强，坚持10分钟。我来开启保护罩，全力防御。警报，护盾能量不足20%，还是不行。那你是？快要陷进住了！快带人走！东侧裂缝尽头有隐藏洞穴。啊，清风，你呢？时间紧迫，我来挡住他们。你怎么办？总是要有人断后，你们快走！队长，快走吧。清风。啊，这里是哪里？头好痛。检测到苍龙文明遗迹入口，开始强制休眠修复。啊，还是先休息一下吧。警告：宿主多处骨折、内出血，保护能量即将耗尽。检测到下方存在巨大同源能量场，是唯一生路。深不见底啊！算了，拼了！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吗？妈妈，我居然没事儿。这里是……门上的图案怎么和我的玉佩这么像？难道和我的身世有关？检测到防御机制启动，判定中，血脉认证通过，防御解除。居然是血脉检测，果然猜对了。检测到未授权个体携带高等传承信物。是谁在说话？启动继承者试炼。出来！试炼内容：别装神弄鬼。10分钟内突破3道龙门闸，证明你有资格继承苍龙之力。失败则清除。我没时间玩这种游戏，我要找人。现在开始第1次试炼。看来不照做是不行了。第2道石门已开启。看来还是挺轻松的。居然纹丝不动，硬碰不行，难道要内劲？力场强度与攻击力量成正比。果然是这样。第3道石门开启，击败你的镜像，证明你超越当下的自己。这个人完全是我的镜像，全路不分伯仲啊！看来试试这个。试炼成功，通过。这里是……不管了，先出去再说。妈，你在哪儿？警告：检测到高浓度信息流，试图接入宿主意识，来源：控制台。控制台？什么？
这是我的意识。吾等苍龙探索生命进化的极致，妄图融合灵能与机械，触及宇宙本源禁忌，招致虚无反噬，文明倾覆，实不存一。火种已经散开，希望永存。后来者，若你承接此印，需谨记：力量乃为守护，非为征服，平衡方为大道。这就是真相。苍龙文明的毁灭，古武被视为禁忌的根源。爸妈他们是最后的守护者。继承者，你已知晓过往。星穹骑士玉生烟的生命信号确实在此，但它处于深层休眠，位于遗迹最底层的永恒密室。带我去。永恒密室由核心能源驱动，能源在漫长岁月中已近乎枯竭。开启密室将加速遗迹丰富。此外，外部因素、清道、墨菲斯正在定位此地，你需尽快做出抉择。不需要，就是这里，对吗？是的，他们来。继承者，我已启动自毁程序，为你们撤离争取时间。找到他，从紧急通道离开。那你呢？我乃文明的回形，职责已了。继承者，走下去。妈，我终于找到你了。外层防御已突破，敌人入侵。妈，醒醒，我们得离开这儿。发现目标人物，捕获星穹骑士团后裔，摧毁遗迹。你们谁也别想碰他！吾等窥见生命与机械终极融合之道，妄图创造永恒，此乃僭越。宇宙降下，虚无为法，非敌实为平衡之刃。后来者，无物升华生命，乃正道然虚，敬畏平衡，力之所及，则之所至。我是清风，我来带你回家了。母亲，母亲，你在这里吗？母亲，母亲，亲，您能听到我说话吗？我是清风啊，我是你儿子啊，我来救你了，您醒醒啊！这里要崩塌了，母亲您放心，我一定会带你出去的。可恶，崩坏的越来越快，我得抓紧出去。警告！警告！检测到未知图源生命信号，信号强度微弱。这个感觉好熟悉，到底是谁呢？向上的路快断了，信下面的路刚刚传出来波动，感觉可能是苍龙文明的其他幸存者吧，或者是爸爸留下的线索。管不了那么多了，赌一把。清风不能直接出去，墨菲斯的主力肯定守在谷顶，这是自投罗网。我知道一条更隐秘的路径。这是星梭短程突击艇，还能启动。太好了，我们可以用它飞出去。但是长时间未启动，估计能量不足，
不足以突破大气层，但足够我们进行短途跃迁，甩开追兵，降落到星球另一面的接应点。清风，快进去，启动它！系统权限，用你的玉佩。协议确认，欢迎回来，星穹骑士的后裔。系统启动紧急逃生协议，计算最优跃迁路线。目标逃脱，启动轨道锁定。清风，就是现在！哲月，启动。孩子，你真的长大了。妈，我们安全了。现在告诉我一切，关于爸爸，关于星穹骑士团，关于我们，到底在为守护什么而战？那是一个关于火种的故事，而你和那枚玉佩，或许是这宇宙中最后的希望了。清风，你刚才问我们在守护什么？我们守护的是文明选择的权利。选择的权利。当今人类过度依赖异能，固化了阶级，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一旦出现更强大的外力，文明将不堪一击。而星穹骑士团守护的苍龙文明遗产，代表的是一条内求之路，是挖掘自身生命潜能的生命升华之道。这条路艰难，但根基在自己，拥有无限可能。就像鼓舞。鼓舞追求的是生命本身的强大与平衡，这动摇了依靠垄断异能资源的上层建筑的根基。墨菲斯代表的清剿派，恐惧的不仅是力量，更是鼓舞代表的平等与无限可能的理念。他们不惜勾结清道夫这样的外部势力，也要将鼓舞传承彻底抹杀。你父亲的失踪，卡拉森星域的陷阱，都是为此。所以，我从觉醒系统开始，就注定要走上这条对抗之路。不，孩子，你注定要走的是开拓之路。我和你父亲以及无数星穹骑士用生命捍卫的，就是让你这样的后来者能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母亲，谢谢你。母亲，咱们到了。清风，我们在这儿。玉将军，您还活着，真的是太好了。雷队长，我不在的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都是我们应该做的。队长，侦测到多个超空间跳跃信号，就在星系外围，是联邦最新型号的驱逐舰，识别码属于墨菲斯元帅的直属卫队。立刻召开紧急会议。看来危险仍未解除啊。走吧，我们去想想办法。敌人距此最多3小时航程，盘古号主引擎受损，无法进行长距离跳跃。我建议立刻向最近的联邦第7要塞发出求救信号。凭借我们手中的证据，足以在军事法庭上扳倒墨菲斯。不行，第7要塞的指挥官是墨菲斯的门生，信号发出去，来的不会是援军，而是收割我们人头的刽子手。现在返回联邦疆域，就是自投罗网。可是玉将军，我们留在这里就是等死。盘古号现在没有一战之力啊！我们不回去，我们这次向外走，去这里破碎星环。只有那种法外之地，才能暂时避开墨菲斯的追杀。我们需要时间和资源来修复飞船，增强实力。破碎星环嘛，那里就是海盗、雇佣兵和逃犯的天堂。就凭我们现在的状态，能在那儿活下去吗？清风，我知道你相信玉将军，
但我们是军人，应该相信制度和秩序。我们不能带着兄弟们去那片死地冒险。雷队长，你所说的制度和秩序已经想要我们的命了。清风，你决定吧。现在的秩序已经腐朽，不能再把命运交给别人了。雷烈大哥，我相信我的母亲，也请你信我一次，我们去破碎星环。好，你是顾问，你说了算。兄弟们，准备紧急跃迁，目标破碎星环。清风，你长大了，一个合格的领袖，不仅要能打，更要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抉择，并承担后果。母亲，我只是选择了唯一有生机的路，那就已经很棒了。很多人都没有这种魄力，而且苍龙文明的遗产在破碎星环，也许能找到线索。那咱们就出发。跃迁引擎过载运转，能源消耗比预期快了30%。照这样下去，我们可能无法坚持到破碎星环。墨菲斯的舰队装备了最新的重力井发生器，他们在试图扭曲空间，拖慢我们的速度，甚至想把我们逼出超空间。队长，能锁定干扰源吗？不只是干扰，我刚刚做深度扫描，我们发现了一个寄生虫。这东西利用我们跃迁时的空间波动隐藏自己，它在持续发送我们的精确坐标，怪不得甩不掉。是清道夫的幽灵信标，墨菲斯果然做了2手准备，不摧毁它，我们逃到哪里都是活靶子。能远程摧毁吗？不行，它的外壳是相位合金，内部有反破解机制，强行摧毁会引发剧烈爆炸，必须进行太空行走，手动拆除。糟了，我们被逼出超空间了。飞船里面的人乖乖的想死，我还能放你一条生路。清风，你在干什么？不要出去！清风，太危险了！那艘突击舰几分钟内就能进入射程，必须赌一把。雨墨，告诉我拆除步骤。雷烈大哥，想办法跟他们周旋，给我争取时间。孩子，小心！信标的结构，我记得你父亲提到过，它的能量回路有一个脆弱的平衡。好的，母亲。玩它毫无意义，交出星穹骑士团后裔苍龙遗产，可能全世。就是现在，终于搞定了，成功了！信号消失了，就是现在，把剩余能量全部输入备用引擎，快！可恶，竟然让他们逃了！好小子，你这胆子我服了。信标虽然拆除了，但我们的坐标已经暴露，墨菲斯会像嗅到血腥的鲨鱼一样扑过来，而且我在信标里感觉到了一丝虚无湮灭能量的痕迹。虚无湮灭能量，那是什么？这里的信号干扰太强了，不宜久留。我们现在必须立刻找到藏身之处。青梭现在就是个亮着灯的信号塔。我知道个地方，编号 Z09的废弃矿业中继站。这种地方鱼龙混杂，最适合隐藏。太好了，妈，我们现在就出发。新来的，懂不懂这儿的规矩？停船费100能量币。别节外生枝，
我们只是来补充物资的，很快就走。谁敢来这儿闹事儿？来人，跟我干他们！玲玲，快跑！刚才好险，这里果然是不法之地。打听到了最大的黑市商人，叫老右手，但他只跟有实力的人做生意，而且今晚秀石帮和邪隼团好像要在拍卖会上抢一件好东西，据说是一种高纯度能量晶体。能量晶体是什么样的？喂，你们两个生面孔，跟我们走一趟。我们老大想问问，你们那艘采矿船是从哪儿捡来的？不能在这里动手，会暴露实力，但也不能任人宰割。他们的账我结了，滚吧！哼！你们的船，还有你刚才躲子弹的部分，很特别，想找星髓，或许我们可以谈谈。妈，我们在码头遇见了一个神秘的帮手。神秘的帮手，是敌是友还很难说。但星髓出现在拍卖会，这是我们的机会，也是巨大的陷阱。墨菲斯的人很可能也已经混进来了。可是我们没有选择了。好吧，但记住，在破碎星环，不要相信任何人。拍卖会上见机行事。守卫还挺严格。记住，在这里实力就是规矩，但过早暴露实力就是愚蠢。接下来是来自未知星域的古老能量结晶星髓，蕴含无法解析的纯净能源，起拍价5000能量币。玉佩发光了，我出6000，我出1万。该出手了，直接报3万，镇住他们。3万，3万一次，3万2次，3万5千。外乡人，有些东西有命买，也得有命用。联邦第7要塞执法队，根据危险物品管制条例，现扣押编号737物品星髓，所有人员接受检查。是墨菲斯的人，他们想黑吃黑。我去制造混乱，你去拿东西。东南角紧急通道汇合。拦住他！不能缠斗，必须速战速决。好机会，快跑！跟我来，快！啊！你到底是谁？我其实是苍穹骑士团暗部成员玄女。先走再说，快！妈妈，给你看这个，真的是星髓。星穹骑士团暗部联络员，代号玄女，俸禄昆仑团长一命，在此接应。这块晶体是团长留下的最后信标，指向苍龙之心的真正坐标。是昆仑，他果然还留下了后手。墨菲斯和青角派的势力远超想象，他们与虚无湮灭能量的勾结也已深入骨髓。唯一的希望就是找到苍龙之心，重启真正的文明和解。遗忘星河。星髓的内部信息马上破解完成。遗忘星河的坐标已经出来了。这里，团长留下的信息显示，苍龙之心并非死物，而是苍龙文明最后的活体星河，沉睡在龙眠墓地的核心。活体星河，传说中能孕育生命的宇宙奇观，难怪墨菲斯如此疯狂的寻找。得到它，
就等于掌握了创造与毁灭的权柄。生烟、清风、星河苏醒需要3重钥匙：星髓、血脉，还有平衡之心。小心，虚无已被引动。3重钥匙，平衡之心是什么？星髓是能量钥匙，你的血脉是传承钥匙，而平衡之心或许指的是不被力量吞噬的意志，是控制星河的关键。怎么样，有具体方向了吗？目标龙眠墓地，但前路可能比想象中更危险。自从跟上你小子，哪天不危险？墨菲斯、虚无能量、活体星河，咱们好像卷进了一场宇宙级的风暴里。你怕了？怕！老子现在是兴奋，能参与这种大事，这辈子值了。遗忘星河是已知星域的边缘，空间极不稳定，导航系统可能会受到强烈干扰。我去驾驶引导船，跟着我的信号走。小心，这里有强烈的空间褶皱，跟丢我的信号就……玄女，听得到吗？听到请回答。玄女呢？她的信号完全消失了。这片星海结构很不自然，清风，我的感知被干扰了，但这里有微弱的苍龙文明能量残留。雷烈大哥，组织人手在周边建立警戒线，我出去探查一下环境，顺便寻找玄女和能量源线索。这里有打斗的痕迹，看来这里有别人来过，是玄女还是敌人？这难道就是母亲说的地方吗？确实感受到了一丝熟悉的气息。龙纹玉佩也有反应，果然没来错地方。他好像在指引我。那是玄女。不好！不能硬拼，他们的能量核心就在头部。玄女，玄女，你醒醒！清风，快，控制台记录仪，有团长留下的关键信息，关于虚无的真相。确认了，虚无湮灭能量并非自然现象，是某个上古高等文明试验失败的产物，一种失控的、纯粹的污染。莫菲斯他疯了，他竟然想利用这种力量。他不懂，这是在玩火自焚。唯一能克制他的是苍龙之心代表的生命创造之力坐标。我们必须赶在墨菲斯前面找到苍龙之心。这里之后再说。这震动不是爆炸，是整个星海的结构在改变。我们得尽快回到地面。应该是这边，气流是从这个方向来的。我们走。清风，你们在哪儿？快回答！这应该不是生物，是某种基于苍龙科技的巨型构造体被激活了。我们必须在他们出来前准备好接应。快上来！我们快回星梭，他的目标是能量源。雷烈用剑炮清理左贤的触手，为我们争取空间。玄女分析他的能量核心。收到。核心在星海内部深处，它的能量模式带有虚无湮灭的特性，但被一种生物灵能束缚着。这东西是造出来的武器。妈，有没有办法暂时瘫痪它？有，用高纯度能量冲击它的能量节点，就像针灸一样，但需要极高的精度。雷烈，那就把星梭所有能量，包括后备能源，导入主炮，给我创造一个机会。好的，让我们干碎它。
就是现在。成功了，只是暂时瘫痪，他很快就会恢复。雷烈，引擎怎么样了？修复好了，可以走了。墨菲斯他不仅勾结虚无，还在利用苍龙文明的技术制造这种怪物。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必须更快找到苍龙之心，否则下次面对的可能就是一支这样的活化星海舰队了。母亲，您一定坚持住，我们马上就要到了。虚无能量的侵蚀加速了，我们必须要在24小时内找到苍龙之心，否则阿姨便会有危险。我们一定会找到的。不行，能量场的干扰太强了，导航系统完全失灵，根本不能正常航行。可恶啊！难道我们要困死在这里了？要不让我来试试？清风，这可不是靠武力就能解决的。我明白，但是他不是在排斥我，而是在等待正确的钥匙。真的有效果，仪器都恢复正常了。清风，这是星梭的血脉认证，只有你才能带领星梭穿越这片领域。明白了，母亲，交给我吧。前面就到达龙眠墓地了，此地太过凶险，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我的母亲就交给你们照顾了。顾问，你一定注意安全。血脉的继承者，你为何而来？为了拯救我的母亲，也为了守护咱们的文明。想要取走传承，先理解力量的本质，你才有资格。阴阳相生，刚柔并济，这就是最好的本质。不错，你确实理解了力量的本质，你值得这份传承。这就是真正的苍龙之力吗？终于出现了，苍龙之心是我的了。莫菲斯，你的野心到此为止了。可笑的玩具，你以为凭借着远古的遗物就能抗衡真正的力量吗？主放充能，尽管来试试吧。什么？区区蝼蚁，启动清道夫无人机群，覆盖式打击，逼他出来。来得好，正好试试这招。这都行。撤退，启动紧急跃迁。陆景峰，这事儿没完，走着瞧。神秘的苍龙之心，请救我的母亲！这是久违的力量。妈妈，好孩子，你做到了，你父亲一定会为你感到自豪。莫菲斯败退，但绝不会善罢甘休。我们必须在他卷土重来之前，彻底掌握苍龙之心的力量，并联系所有尚存的星穹骑士旧部。
反攻的时刻就要到了。联邦新闻署通稿，据悉，前朱雀舰队指挥官玉生烟将军可能幸存，但其麾下残余势力以一位之近机甲单位，在卡拉森星域新晋海盗及不明发生以涉嫌滥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违反联邦星际法。他们在颠倒黑白，把我们和墨菲斯、清道夫的战斗污蔑成内讧和非法行动。前方情况危急，墨菲斯派系以评估卡拉森事件影响，澄清误会为由，在议会强行通过决议，要求你们立即率队返回星海荣耀城接受问询。这是个陷阱，但他们打着合法程序的旗号，我无法阻止。你们早做准备。不对劲，这不像欢迎英雄的架势。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保持冷静。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开始。他们要以检查机甲安全为名，带走苍龙和清风。我尽力周旋，但命令是直接来自最高法庭，我也没有办法完全压下。陆清风，奉最高军事法庭命令，你因涉嫌非法持有并操作未经授权的竞技机甲，危害公共安全，及在卡拉森星域冲突中过度使用武力，现正式逮捕你，请立即交出机甲控制权，配合调查。放屁！你们这是陷害！雷队长，请注意程序，秦军是重要证人，也是功臣。秦将军，请勿妨碍执法，我们只是依法办事。交给我们。陪你们走。这种微弱的脉动室，这里似乎也藏着秘密。墨菲斯，你以为把我关进铁笼，我就无能为力了吗？先试着和那种脉动建立联系吧。编号277，提审，跟我走。陆先生，情况不乐观，检方掌控了大部分流程，我们提交的关于赵坤叛变和墨菲斯阴谋的证据，都被以来源不明为由搁置。张律师，我只需要陈述事实，真相不会因为强权而改变。但愿如此。记住，无论他们如何挑衅，保持冷静。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员，本案核心清晰无疑。被告人陆清风在未经任何授权的情况下，操控一台威力巨大、技术来源不明的机甲，此行为严重违反联邦装备管制法。在卡拉森星域，我面对的是叛徒赵坤和清道夫舰队，我用他来保护战友，拯救我的母亲。我只知道，在那个时候，他是守护的力量，而非破坏的工具。巧言令色，守护，谁能证明你未来不会用它来破坏？除非你愿意将机甲交由联邦科学院彻底解析封存。反对，检方这是在预设罪名，进行有罪推定。张律师，这样下去很被动，我们必须反击。玉生烟女士，请您冷静。我们必须把墨菲斯和赵坤的阴谋摊到阳光下。我已经设法联系上一位重要证人，他或许能出庭作证，戳穿检方关于卡拉森星域事件的谎言，但他需要时间赶过来。法官大人，我方有新的证据进行提交，这是我们从战场残骸中恢复的数据。雷利，看到苍龙机甲的厉害了吗？我觉得有了它，我可以毁灭一切了。你还是小心点，毕竟这个在联邦属于违禁。有了它，怕个屁的联邦！法官，看，这足以证明被告人对自身所持力量的危险性有明确认知。这是赤裸裸的伪造！抗议！证据来源不明，涉嫌篡改。现在休庭。伪造证据，看来他们是真的急了。墙壁里的秘密，或许该想办法探查一下了。与苍龙之心同源，但更加微弱，更加古老。难道这座监狱某个远古遗迹之地？墨菲斯选择这里关押我，是巧合还是？果然，星穹骑士团的痕迹无处不在。我申请传唤新的证人。准许传唤辩方证人。
萧博士，您虽然是国术理论界的泰斗，但本案涉及的是尖端机甲技术及其潜在危险性，您的专业领域似乎并不相关。不相关，检察官先生，你口中的竞技机甲，其运作的核心恰恰不是你所理解的冷冰冰的技术，而是道。老夫毕生研究古武，可以明确告知诸位，陆清风所驾驶的苍龙机甲，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异能或科技造物，是一条与异能截然不同的生命进化之路。异能固然强大，却受限于资源和天赋，而古武是开发人体自身生命本源潜力，这条路人人可练，潜力无穷。你们将其污名化为禁忌，不过是维护自身特权的遮羞布。荒谬！这只是你的一家之言，无法证明那台机甲不具有危险性。危险性，刀剑无眼，关键在于持刀之人。肃静，休庭。萧老的话起到了关键作用，动摇了陪审团的固有观念。但还不够，检方伪造证据，说明他们已经不择手段。我们需要更直接的，能证明墨菲斯阴谋的证据。是的，萧老的证词奠定了理论基调。下一轮，我们需要能还原卡拉森星域真相的事实证据。谢谢您为我们证明的路铺下了第一块基石。如果你们能听到，请帮助我们，为了星辰的荣耀，为了公理和正义。继续传唤辩方第2位证人，前联邦朱雀舰队指挥官玉生烟将军。玉将军，首先对你生还表示祝贺，但请解释10年前卡拉森星域的意外，是否是你与所谓星穹骑士团自导自演，为隐藏某些不可告人秘密的戏码？是谋杀，是墨菲斯为夺取星穹骑士团守护的文明遗产，精心策划的陷阱。肃静！我的丈夫，星穹骑士团团长陆昆仑，这些年来部下突围，我和幸存部下不明，一直在暗中调查真相，收集证据。这份数据包含赵坤与墨菲斯下属的秘密通讯记录，以及墨菲斯势力与清道夫组织资金往来的部分账目，足以证明谁才是真正的叛国者。这些证据来源可疑，很可能是伪造的，即便属实，也无法解释你儿子陆清风滥用竞技机甲的行为。禁忌？你们口中的禁忌是人类进化的另一条道路，是星穹骑士团世代守护的希望之火。妈，你说出了真相，现在轮到我了。前辈，如果你能听见，如果你也曾是守护者，请助我一臂之力。时机快到了。法官大人，我方申请传唤盘古号特遣队队长6级雷系异能者雷烈出庭作证。雷烈队长，请陈述你所知道的与本案相关的事实。事实就是，没有陆清风，我和我的小队成员早就死在卡拉森星域那个鬼地方了。最初我确实看不起这个无异能的顾问，觉得他是走后门进来的累赘，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错得离谱。舰队遭遇虫族突袭的那次，就在我以为要完蛋的时候，是陆清风，他驾驶着一台没有武器的训练机甲冲进虫堆里，用我完全看不懂的手法，徒手击退了虫族武王，把我不给宏观拉了。还有那次，赵坤的王八蛋叛变，把我们引进陷阱，是陆清风为了给我们创造突围的机会，主动留下断后。他要是想危害安全，当时只要袖手旁观，我们全都得死在那儿。法官，这就是我所知的所有事实。好的，我们明白了，你先下去休息吧。法官大人，我方申请传唤另一位作证人。我是星穹骑士团暗部负责人玄女。
这是我从赵坤的加密通讯器中恢复的残片，这是他在任务期间向外发送我方位置信息的日志记录。接收方是一个未经注册的幽灵信号。反对，这些数据来源不明，可能是伪造的。这些数据都有不可篡改的时间戳和军方系统日志为证，我可以接受任何技术鉴定。现在休庭。太好了，雷烈队长和玄女的证词非常有说服力，陪审团的倾向性明显改变了。但是，墨菲斯派系不会这么轻易放弃，他们肯定还有后手。没错，根据情报，他们可能准备在下一轮抛出关于苍龙机甲能量属性危险的所谓专家报告，我们必须准备好反击。肃静，辩方证人多为主观感受，与本案核心关联性不足。本庭提醒辩方应聚焦于技术本身的风险评估。法官大人，技术是否危险取决于使用者及其目的。我方证人已充分证明陆清风的动机是守护而非破坏。法官大人，动机不能抵消风险客观存在的事实。法官被买通了，再这样下去，陪审团很可能会被误导，即便不定重罪，也可能判决永久封存机甲，并对清风实施严密监控。这就是墨菲斯的目的，即便不能彻底打倒我们，也要废掉清风和苍龙机甲这把利剑。我刚收到密报，墨菲斯计划一旦判决朝着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发展，就会动用媒体力量将清风扼杀。难道就没办法了？办法我来想。玄女，现在情况有点棘手，我们需要决定性的一击。我明白了，是时候了。那些沉睡的老兵该醒了。我会启动最高紧急联络协议，但需要时间，而且动静会很大，可能会彻底惊动墨菲斯。没事儿，放手去做，局势已经不能再坏了。法庭上的局面都在掌控之中，那个老不死的法官知道该怎么做。好的，元帅。那星穹骑士团那些余孽呢？他们啊，一群丧家之犬，翻不起什么浪花，不用在意。表面的僵局，往往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墨菲斯，你的末日快到了，我能感觉到帮手正在路上。以星穹之名，血脉为引，意志为火，唤醒沉睡的英灵，回应远古的召唤。信号已经发出，老朋友们，你们还能听到吗？这是终于想起我们了吗？星穹不灭，火种重燃。元帅，我们的监控网络捕捉到一段微弱的异常信号，编码方式古老，可能与星穹骑士团有关。具体内容是什么？无法破译，但信号流向分析显示，其覆盖范围包含几个历史上有星穹骑士团活动记录的边缘星域。垂死挣扎，想召唤那些老骨头？哼，加强那些区域的监控。一旦发现任何可疑人物接近首都星圈，格杀勿论，绝不能让他们踏入法庭半步。信号应该已经发出去了。我这边也收到风声，军部监控系统似乎捕捉到了异常，但被暂时压下了。墨菲斯那边肯定也知道了，他们一定会疯狂阻截。我相信玄女的技术，也相信那些老兄弟，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一定会来。我们需要坚持到他们抵达。下一次开庭将是最终辩论，法官很可能会强行推动判决。来了，我感觉到了一些东西，很遥远，但很坚定。妈和秦将军的计划开始奏效了。综上所述，无论其动机如何，被告人所掌控的力量本质上是不可控、不可知的危险存在，必须予以严格管制。
法庭，审判的是我星穹骑士团的少主，我们这些老骨头还没死绝。像，太像了！这眉眼，这骨子里的倔强，和团长年轻时一模一样。你们都给我听好了，站在你们面前的不是什么罪犯，他是星穹骑士团团长陆昆仑的独子，是英雄的后代。莫菲斯，你当年陷害团长，如今还想害他唯一的血脉吗？你问问老子答不答应？不答应。这是团长的印信，这里面是团长遇害前最后发出的加密通讯，里面明确指出了墨菲斯的阴谋，还有我们这些老兄弟每一个人，都是活着的证据，证明墨菲斯才是联邦最大的叛徒。我们都能证明，墨菲斯才是联邦最大的叛徒。啊，怎么会这样啊？是啊，是啊。听说这次出了个大事。可不，听说是关于墨菲斯的。肃静，肃静！证人，你刚才的指控极其严重，需要确凿无疑的证据，否则是完全无效的指控。证据？你还敢要证据？那我就给你，给这天下人看看什么是铁证如山。给你。盛宴，清风，兄弟们，这是我最后的留言。墨菲斯已与清道夫勾结，目标是我们守护的火种。不要相信联邦高层的调令，那是陷阱。我将率主力引开敌人，你们一定要活下去，将真相公之于众，星穹永不言败。竟然是真的！是啊，这谁能想到啊？完了，全完了！他们怎么会有这种证据？完蛋了！可恶，这都能失败！废物，一群废物！现在启动最终方案，既然法律杀不了他们，那就让整个法庭给他们陪葬。孩子，你父亲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星穹骑士团的荣耀以后就靠你来继承了。红叔，各位前辈，你们的血不会白流的，星穹的旗帜永远不会倒下。完了，全完了！启动最终清算协议，他们不让我活，那就让整个联邦不，星域都为我的野心陪葬，释放深渊使者。鬼祟祟的干什么？快给我滚出来！看样子是墨菲斯派来的杂碎，星穹骑士团也是你们能够亵渎的吗？星穹骑士团暗部玄女向副团长报道：玄女，这些年辛苦你了，有什么事你说吧。属下近些年一直秘密调查墨菲斯，发现他秘密组建了强大的隐秘部队，叫做深渊。就在这几日，他的部队开始密集向这里调动，意图不明。哼，知道我们来，狗急跳墙了。深渊，墨菲斯的疯狂反扑开始了。菲斯疯了，他竟然直接召唤了深渊势力。这3个裂缝的能量毒数最稳定，是主力舰通道，必须优先摧毁。那我们需要至少3支精锐小队突入裂缝源头，从内部破坏稳定器。清风，靠你了！儿子，我相信你。放心吧，大家，我一定肩负起星穹骑士团的责任。
突击队已整装待发，老子要去东侧裂缝，干掉他们。我破解了敌军通讯密码，但需要有人潜入中枢舰，建立信号中转站。我来突袭中枢，雷烈带队强攻东线。妈，红叔，地面指挥交给你了。找到稳定器位置，但需要物理破坏。我来了，让我来亲手终结它。红叔，这招你看好了。更大的麻烦来了，这才是真正的考验。清风，接下来星穹骑士团就交给你了，一定要死守防线。来吧，墨菲斯，让我看看你到底什么实力。都是废物，10年布局毁于一旦。既然你们不让我活，那就一起毁灭吧！启动最终协议，深渊共振。能量毒素失控，这不是普通的空间裂缝，他在强行打通通往虚无维度的通道，他想让整个星域归于寂灭。糟糕，这是要同归于尽啊！力量，无穷的力量，我就是虚无。清风，必须阻止他！能量核心在裂缝的源头。只有摧毁深渊要塞的控制核心，才能中断共振。进去。系统锁定能量源方向。能量干扰过强，尝试共鸣指引。来晚了，仪式无法中断，一起湮灭吧。强行摧毁核心，爆炸可能会加速虚无的扩散，必须用更温和的方式引导或者净化。一阴一阳之谓道，平衡乃万物之理。生息往复，生命不息。系统将全部能量转化为生命共鸣模式，目标能量核心。这就是光吗？能量核心湮灭，虚无污染已净化，要塞结构即将崩溃。结束了。清风，快回答！清风，所有的立刻搜寻苍龙机甲信号，派出所有救援艇。妈，秦将军，我没事，目标已摧毁。太好了，你没事就行。你太乱来了，知不知道有多危险？但这是唯一正确的办法。陆清风阁下以超越常人的勇气和智慧，不仅摧毁了叛国贼墨菲斯，更以一己之力化解了足以湮灭星域的虚无危机。你是联邦当之无愧的救世主。感谢议会的信任，但这元帅之位关系重大，关乎联邦未来，请允许我慎重考虑一晚。当然，陆先生为联邦立下不世之功，慎重是应该的。明日授衔仪式，我们静候佳音。多谢议长，那我们就先走了。在犹豫？墨菲斯就是前车之鉴。我希望力量是用来守护和开创，而不是统治和束缚。
你能想到这一层，足见心性。元帅之位可汇聚资源，但也必限于繁琐政务与权力倾轧。你的路或许不在此处。不好，有情况！发生什么事了？清风，玉将军，紧急军情！边疆第7观测站传来最高优先级警报，他们检测到异常空间波动，能量特征与史料中记载的虚无湮灭能量高度相似，波动源正在快速增强。虚无能量不是随着墨菲斯和深渊要塞消失了吗？恐怕墨菲斯引爆的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源头或者更可怕的东西被惊动了。清道夫军团有什么动静？这正是最蹊跷的地方。一直处于静默状态的清道夫主力舰队，同时开始大规模异常调动，目标航向推算直指联邦核心星域。他们似乎在被那股虚无能量驱赶或者追随。请将军，边疆多个哨所失联，无情能量源接近。清道夫舰队动向诡异，不像进攻，更像逃亡。看来墨菲斯只是打开了一个更大的潘多拉魔盒，传令全军进入1级战队，通知议会取消明日一切议程，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陆先生，经过一夜思考，您的决定是？议长先生，各位议员，感谢厚爱，但经过慎重考虑，并鉴于刚刚收到的紧急军情，我决定婉拒联邦元帅一职。现在危机还没有解决，元帅这个位置虽然诱惑很大，但是我现在年纪尚轻，资历不够，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探索生命本源，守护星穹骑士团遗产，应对未来的危机。陆先生年纪轻轻，却有如此胸怀与远见，令人敬佩。好小子，我就知道你不耐烦当那老婶子元帅。烈哥，你要不去我那儿玩玩？可别了，我这一堆事儿了。清风长大了，我也放心了。清风，军部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联邦舰队将是5个最坚实的后盾，需要时一声令下。谢谢秦将军。联邦的未来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为了以后的和平。新的征程开始了，无论威胁来自何处，我们都将直面它。就是这里了，晨曦星域边缘的守护的星系。根据苍龙之心和星域者传承的指引，这片星域能量平衡，适合静心发展。不错，这里远离政治中心，减少不必要的干扰。这里的确是个好地方，够大，够敞亮，正好大展拳脚。就是这里了，从今天起，这里就是太古5阁的根基所在。第一步，先把主殿和训练场盖起来。我去规划防御工事和实战场地。需要找个能量节点最稳定的地方建数据中心。那边，小心点。清风，这条路注定充满挑战。5阁的存在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和观念的。我知道，妈。但正如您所说，这是正确的路。只要我们的心是正的，方向是对的，再多的艰难也能闯过去的，不是吗？您看看，最高议会竟然批准了给这个太古5阁首批建设资源，还是最高优先级。这陆清风元帅不当，却跑去搞什么独立王国？就是什么探索生命本质，说的好听，不就是想另立山头，培养私人势力吗？稍安勿躁，
陆清风有功于联邦，五阁的建立，议会已经点头，明面上我们不便反对。但是联邦的资源每一份都应该用在刀刃上，尤其是现在外患未平，对五阁的支持必须要在确保联邦整体战略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明白了。赵帅，五阁的物资审批为何一再受阻？你应该清楚五阁的建立对联邦未来的重要性。秦风将军，我正是为了联邦的安全负责，将大量战略资源投入一个不确定的项目，万一失败，或者培养出不受控的力量，谁来负责？肯定是那帮老顽固在使绊子，见不得我们搞出新东西。要我说，干脆我带人去借点回来。磊磊大哥，不要冲动，他们正是想逼我们犯错，坐实我们不受控制的罪名。没有稀有材料，我们就因地取材。五阁的根基不是靠资源堆出来的，而是靠信念和汗水铸就的。赵北辰的发难只是开始，五阁的存在挑战了他们固有的权力、格局和力量体系。这是理念之争，也是未来道路之争。清风，你今天的应对很对，不争一时之气，韬光养晦，厚积薄发。我明白，外部的压力也会让五阁内部的凝聚力更强，只是我们需要加快步伐。我有预感，留给我们的平静时间不会太多。有东西闯入警戒区，能量反应很奇特，没有敌意，但非常强大。请问哪位是陆清风阁下？我是凤凰星团使者梦离，为关乎此方星域存亡的紧急要事而来。我是陆清风，梦离使者，我们进去说吧。我长话短说，你们刚刚击败的墨菲斯，他所触碰和试图利用的虚无湮灭能量，并非孤立现象，它隶属于一个名为宿正协议的横跨星海的远古进化机制。宿正协议，史料中仅有只言片语的传说，并非传说，它由某个早已消逝的上古超级文明创造，旨在监控宇宙文明发展轨迹。当某个文明的发展方向被判定为严重失衡，走向歧途，并可能对宇宙结构造成不可逆危害时，协议便会启动进化程序。判定标准是什么？具体算法未知，但根据我族古老记载，过度依赖外物，精神力量严重滞后，或大规模破坏宇宙生命多样性的文明，极易触发协议。墨菲斯强行抽取并试图控制虚无能量，以及此星域长期以异能晶核为绝对核心的发展模式，很可能已被协议判定为失衡文明。你们遭遇的清道夫只是协议麾下最低等的清道工兵而已。梦离使者，您为何而来？又为何告诉我们这些？因为我在你身上感知到了不同的可能性，我带来警告，也带来一个提议：联合，单凭你们或单凭我们都无法对抗宿正协议的审判。妈的，刚搞定内鬼，又来外星人审判。玄女的消息解释了之前许多疑点，也让我们看清了真正的敌人。伏羲祸之所伏，危机亦是转机。与凤凰星团的联合，或许是唯一的生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尽快整合力量，应对这场生存考验。消息太震撼了，我需要立刻向最高议会秘密通报，尽快统一意见。五阁这边，秦将军，内部纷争必须暂时放下，请转告议会，这不是权力之争，是生存之战。五阁愿意共享鼓舞修炼基础法门，提升联邦整体生命潜能，以应对宿正协议的判定标准。明白，我会尽力促成合作。军方这边，我会开始秘密集结精锐舰队，做好远征准备。宿正协议，宇宙级的审判，人类文明真的走在歧路上吗？鼓舞真的是希望所在吗？检测到宿主认知初级文明存续层级，最终使命解锁，文明火种已重燃，终极使命，联合一切力量，对抗宿正协议，引导文明回归平衡。刚刚得知，我们的文明正面临一场来自深空的、关乎存亡的终极考验。敌人
名为肃正协议。恐惧无用，退缩即是灭亡。唯一的生路是联合，是抗争，是向宇宙证明人类文明拥有自我修正、不断进化的力量和智慧。今日起，太古五阁与联邦联军将组成联合舰队，为了生存，为了未来，出发！出发！这鬼地方静得让人发毛。说好的肃正协议，大军呢？检测到极强的空间扰动力场，常规雷达和扫描系统几乎失效，能量读数混乱不堪，无法识别任何规律性信号。提高警惕，肃正协议的手段可能远超我们的理解。保持防御阵型，缓慢前进，放出侦察无人机。不可能，他们复制了我们的无人机，连攻击模式都一模一样。是某种镜像反射技术。各舰注意，避免直接攻击可疑镜面物体。盾被中和了，他们的攻击完美预判了我们的规避路线。混蛋！第一、第二机甲小队跟我上，干掉那些冒牌货！这玩意儿能复制我们的异能和战术，根本打不了。这不是单纯的复制，这是规则层面的压制。他在用我们最擅长的方式攻击我们。所有攻击数据都被记录了，他在学习，在进化。我们的常规战术完全无效。在试探，在分析，寻找我们体系的不平衡点，不能再用固有的方式对抗。传令，所有舰队停止攻击，转为最高级别防御姿态，后撤至安全距离。清风，这是为何？秦将军，相信我，硬币只会让我们自我毁灭。我感知到了一条线索，可能和我父亲有关。我必须亲自去探查一下。清风，太危险了！这是唯一的希望。不弄清这里的规则，我们所有人都会死。我跟你一起去，多个人多个照应。不行，雷雷大哥，你的异能攻击会被完美复制。去的人越多，镜像越强，越危险。清风，这是刚分析出的那片涡流区的初步扫描图，空间结构极不稳定，信号干扰严重，导航系统进去就是瞎子。我知道了。不要轻易冒险，感觉到不对，立刻回来。好，我会小心的。苍龙号，我们出发。系统屏蔽外部干扰，全力放大预配的感应信号。指令确认，切换至灵能感应模式，检测到微弱同源引导信号，信号源深度未知。又发光了，这是找到了。这里就是漩涡中心了吧？那是清风，你终于来了，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好孩子。爸，是您吗？您还活着？这只是一缕驻守于此的残念，为了等待星穹的继承者，所以你要仔细听我接下来的话。清风，你看到的是无数消失或幸存文明留下的记忆碑记，它记录着辉煌，也刻满了警示。肃正协议，并非你我理解的敌人。不是敌人，那他为何要毁灭文明？毁灭，不是敬畏，或者说修建。
宇宙有其自身的平衡法则，就像我们人体的细胞一样，有些好的细胞在分裂过程中会发生癌变，这些癌细胞就会危及到我们的健康。他已经发现你了，清风，坚持住！我能坚持住。好，我长话短说，速正协议是宇宙的免疫系统，它测试文明，寻找的是内外平衡的潜力。一个文明若过度的向外索取，破坏或封闭、停止，都会被视为失衡，触发进化。唯有像鼓舞这般探索生命内在的道路，才有一线生机。内在秩序与外在扩张的平衡，所以单纯的武力对抗，反而会因为它证明我们是破坏性、失衡的文明。没错，清风，真正的遗产不是力量，而是这知识与方向，证明给协议看，人类值得存在下去，用文明的生命之光去共鸣，去证明。清风，你醒了，感觉怎么样？生命体征稳定，但脑波活动剧烈。刚才发生什么了？妈，我见到父亲了，我知道了速正协议的真相，我们之前的应对方式可能完全错了。荒谬！陆清风，仅凭一段虚无缥缈的残念信息，就要我们放弃抵抗，去相信一个毁灭了无数文明的机制是善意的，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赵帅说的对，我们应该集中所有火力，找到它的核心，予以摧毁，这才是军人的方式。如果这信息是真的呢？连上古文明都无法抗衡，我们拿什么打？我认为应该立刻制定撤离计划，保留文明火种。清风，你父亲的信息至关重要，但你说我们错了，那么你认为正确的路是什么？正确的路不是对抗，也不是逃离，而是证明。证明我们人类文明并非速正协议判定的那种只会破坏。我们要以整个联合舰队为框架，以所有5个修行者为节点，主动构建一个巨大的生命共鸣场，将我们追求进步的勇气、守护同伴的信念、探索未知的好奇，以及鼓舞所代表的生命内在的秩序与升华之力，汇聚成一股强大的、积极的、充满创造性的生命波动，主动向速正协议展示。我支持清风的计划，以力抗力，我们毫无胜算，唯有展现文明之魂，才有一线生机。虽然匪夷所思，但这是目前唯一逻辑上能对抗规则及敌人的方法。联邦舰队想全力配合，不就是把劲儿往一处使吗？这个我在行。已进行相关部署，我已经将所有舰船的能量输出模式从攻击性转为共鸣增幅，随时可以行动。我会命令所属舰队保持静默，不干扰你们的表演。但若计划失败，导致防线崩溃，一切后果由你承担。陆清风。大家开启增幅模式，那么行动开始。共鸣场暂时稳定了，能量输出维持在临界点，但速正协议的压迫力场还在持续增强，像一张不断收紧的网。清风，你感觉怎么样？还能支撑，但就像在扛着一座不断增重的大山，必须找到打破僵局的方法。被动防御迟早会被耗光。什么情况？不清楚。清风，右翼3号护卫舰撑不住了，共鸣场在那块区域出现衰减，左舷引擎过热，结构完整性下降。不行，不能这样下去，聚会传染，会瓦解整体的信念。必须有一个绝对的核心，一个能承载并转化所有压力的支点。啊？清风，你想干什么？妈，玄女，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守住旗舰，稳定共鸣场基础架构，必须有人去成为阵眼，不是靠战舰，而是靠生命本身。相信我。剑神不坏，若不能守护，见到真神又有何用？今日我便以身为舟，不死言。我靠！清风，你成神仙了！
啊！肉身横渡宇宙，那万元一一炉，这就是见神不坏。长老，是那个信号，来自边缘星域那个拥有苍龙气息的年轻文明，他们发出了如此纯粹而顽强的生命共鸣。如此坚韧的求生意志，梦离集结我族之力，进行跨星域生源，让素正看看，生命并非只有毁灭意图。我这就去。检测到高秩序度、高生命活性特殊邪波，与素正湮灭波谷呈正交属性，分析存在共生演化可能性，启动邪波共振程序，调整本集群能量输出频率，尝试团队。陆清风，坚持住！生命的火种从未熄灭，宇宙并非只有孤军奋战，我们与你们同在，让素正见证，文明除了毁灭，更有共生的可能。哈哈，顶住了！老子们真的顶住了，兄弟们都没事吧？不，这不是胜利，只是暂停。但无论如何，我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更重要的是，我们向他证明了人类以及更多的生命拥有存在的价值。太好了，终于结束了！赢了！他妈的，我们真的扛过去了！那鬼东西跑了。清风，这是什么？你们证明了可能性，暂缓了即刻进化，但新的失衡变量确认你。为什么是我？你整合了分歧的意志，引导了跨文明的低级谐波共振，你展现了超越当前文明层级的聚合与引导潜力。此章征服或单一文明霸权将成为原有失衡更大的混沌原点，你的存在本身成为一个高概率的隐患。现给予选择，选择一，目标星球执行格式化，消除你所牵挂的文明根基。选择二，你陆清风在此接受存在消除，你的文明将失去隐患，延续其既有发展轨迹。不要啊，清风！我的道路属于守护，也当忠于守护。我选第二个。执行存在消除。意外变量，造物主动护主，完成终极使命，威胁源已消除，次级威胁源云核心绑定物消亡，潜力评级下降，存在消除指令执行完毕。记住这次替代，平衡脆弱。你的路仍在观察中。威胁评估暂缓，
检测到路由集群展现出非常规进化路径可能性，内在秩序萌芽，跨文明协作倾向，判定暂不符合即可进化标准，转入长期观察模式。警告：失衡风险依然存在，进化之路如履薄冰，考验永续。他离开了，这不是生命，同胞们，这是一次死缓，但他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一个证明我们值得生存下去的机会。凤凰星团目睹了你们以生命共鸣对抗绝对湮灭的壮举，这不仅是力量的展示，更是文明意志的证明。我们古老的典籍中记载，宿正并非无法对话的毁灭之神，它是宇宙规则的镜像，只回应文明的本质。你们展现的内在秩序与协作，可能正是他唯一认可的平衡种子。为此，凤凰星团正式提议共享我们关于宇宙能量谐波与文明精神图谱的古老研究，并倡议建立一个以知识共享、危机共遇、进化共探为核心的永久性联盟。旧日的联邦建立在异能晶核与军事霸权之上，内部强大，万数强敌。今日之计足以证明此路不通。我代表联邦军方清醒派提议，解散旧有排他性军事，以今日共抗肃正的战友为基础，构建一个全新的、超越种族与星域的政治军事科技联合体。它不应有唯一的领袖，而应有共同的宪章。我赵北辰以及我所代表的保守派系，曾坚信秩序源于力量，稳定高于一切。我们恐惧变革，恐惧未知的力量体系，甚至不惜阻挠。但今日他看向陆清风，又望向窗外虚空墨菲斯的疯狂与肃正的漠然，让我看清了固步自封的稳定不过是通往坟墓的缓刑。联邦愿意放下成见，以平等议员身份参与新秩序的构建，前提是这份新秩序必须真正保障每一个参与文明的独立与安全。武道求真，文明求存，其理义也。肃正之节，如同虎口良药，虽剧痛彻骨，却逼我们直视自身顾忌。武武之道，贵在内生外达，阴阳调和。这新联盟亦当如是，对内尊重各文明独特发展路径，允许多元进化；对外协同应对宇宙级威胁，维护整体平衡。老夫愿将毕生对生命能量与宇宙韵律的研究所得悉数贡献，作为联盟的理论基石之一。星穹骑士团世代守护的，从不是某一项技术或权利，而是文明选择未来的可能性。今日，这份守护的责任不应再由少数人承担，它应该成为所有向往光明、勇于探索的文明的共同遗产。我提议，新联盟的核心精神应明确为守护文明活水，尊重进化自主，维护宇宙公义。根据对肃正协议此次交互模式的回溯分析，他的观察是持续且多维的。这意味着联盟不能是一个松散的沙龙，而必须建立起一套高效的危机预警、信息共享、联合研发与快速响应机制。我建议立即成立跨文明技术委员会，首要任务就是破译肃正留下的观察协议，并研发非对抗性的文明状态自检与平衡调节技术。感谢各位的坦诚与提议，我们都从死亡的边缘回来，带着伤痕。旧的秩序源于恐惧与争夺，新的联盟必须生于希望与共建。它不应是另一个联邦，也不应是某个文明的延伸。我提议，这个新生的组织就称为星海公约。公约的核心，正如母亲和各位所言，探索真理，守护平衡，薪火相传。我们不定霸主，不设核心，只立公约，以共同的生存意志为纽带，以对生命与宇宙的敬畏为基石。同意此约者，便是同志。未来之路，愿我们携手，不再为敌而为伴。星穹骑士团的废墟上，终于生长出了新的希望。霍而后立，星火可燎原。这位同学怎么了？陆导师，听说您当年肉身横渡星海，是真的吗？力量的本质在于认知自我，守护真实之物，而不是为了炫耀。来，我们继续看这个气血运行的路线。
清风这孩子是真的找到了自己的道路了啊！不慕虚名，不恋权位，潜心育人，探索大道，这才是真正的宗师气度。五阁有他，星海有他，是幸事。都没吃饭吗？动起来，快点！从实验数据上来看，这次的实验马上就要成功了。秦将军，好久不见啊！星海公约新立，要忙的事情有很多。五阁发展的是真快啊！当初第一次来的时候，你们还在施工呢。检测到文明火种已成燎原之势，终极使命更新，守护平衡，探索生命进化的无尽前沿，道生生不息。